永生祭坛的黑曜石地面在脚下震颤，每一次震动都让阿蛮的膝盖发麻。邪神浮雕的眼睛突然亮起红光，那光芒像是活的，顺着地面的纹路流淌，将暗影较高层的黑袍染成诡异的血色。袍子上的金线在红光中泛着妖异的光泽。阿蛮攥着破晓剑的手心全是冷汗，汗水顺着剑柄往下滴，剑刃上的火焰忽明忽暗。站在祭坛中央的黄金面具人，指尖正抚过面具边缘的花纹，那动作和他每次紧张时摩擦剑柄的样子一模一样，连指节弯曲的弧度都分毫不差。猜了这么久，不好奇我是谁吗？面具缓缓升起，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声响，露出的脸让冰离倒抽冷气，他的法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那张脸和阿蛮如同镜像，只是左眼爬满黑色纹路，像无数条小蛇在皮肤下游走，嘴角永远挂着嘲讽的笑，牙齿上还沾着暗红的血渍。12万年来，我不过是你命轮分裂出的阴暗面。教主的笑声震得祭坛上的血珠飞溅，落在阿蛮的手背上，烫得他皮肤发疼。你以为在对抗暗影教，其实你一直在跟自己打架，每一次挥剑都是在砍向另一个自己。阿蛮的命轮突然剧痛，像是有把烧红的刀在里面搅动，疼得他弯下腰，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衫。他眼睁睁看着教主扯开衣襟，对方胸口的命轮印记竟在渗出黑血，血珠滴在祭坛上，冒出滋滋的白烟，与自己胸口的裂痕产生诡异的共鸣，像两颗频率相同的心脏在跳动。看看你的左手。教主突然指向他的手腕，声音尖锐刺耳。阿蛮这才发现玄影给的令牌正发烫，烫得他手腕发红，背面的乌鸦图案活过来似的扑棱着翅膀钻进教主掌心，在他手心里化作一道黑色的纹身。献祭开始。教主将令牌按在祭坛中央，令牌没入石面的瞬间，12根雕刻着邪神的石柱同时喷出岩浆，滚烫的岩浆咕嘟咕嘟的冒着泡，顺着石柱往下流，在地面汇成血色的河流。海眼的漩涡突然逆转，黑色海水往天上涌，像条奔腾的巨龙，露出半截覆盖着鳞片的躯体。邪神的手臂正从深渊里伸出，指甲比战船的桅杆还粗，闪着金属般的寒光，每根指节都长着倒刺，抓碎的空间碎片像玻璃碴子般往下掉，砸在祭坛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攻击他的关节。那里是弱点。冰离捡起法杖，冰锥成排射向邪神，冰锥在空气中划过一道道白光，却在接触鳞片的瞬间崩碎，冰碴子溅了他一脸。阿蛮将3件神器同时举起，可星辰宫的蓝光与幽冥盾的黑气刚碰撞，就炸出刺眼的火花，震得他手臂发麻，虎口裂开，鲜血顺着手臂往下淌。神器力量相冲，这样下去会伤到自己。冰离拽着他躲开邪神扫来的巨掌，那掌风带着腥臭味，刮得他脸颊生疼。他们刚才站的地方，祭坛石板已经变成粉末，随风飘散。用一件神器换混沌本源。巫祝的残魂突然从命轮里飘出，半透明的身体在红光中扭曲，像随时都会消散。当年我就是没敢做这个选择，才让部落……他的话没说完就剧烈晃动。阿蛮愣住的瞬间，教主的黑影剑已经刺穿他的肩膀，黑血顺着伤口往外涌，像有无数小虫在啃噬骨头，疼得他眼前发黑。犹豫就是死。冰离用身体挡住下一击，后背被划开深可见骨的伤口，冰蓝色的血珠落在祭坛上，竟让石柱的红光弱了几分，像被浇灭的火苗。阿蛮看着冰离苍白的脸，他的嘴唇毫无血色，呼吸都带着颤抖，又看了看在能量冲突中逐渐暗淡的3件神器。星辰宫的弓弦突然崩得断裂，断口处还冒着青烟，像是在催促他做决定。对不起了，他咬碎舌尖，血腥味让他清醒了几分，将星辰宫猛地掷向祭坛中央的岩浆。弓箭接触岩浆的刹那，爆发出比太阳还亮的白光。阿蛮感觉命轮里的力量彻底失控，像决堤的洪水，破晓剑与幽冥盾突然吸附在一起，化作柄流淌着混沌气流的巨刃，刃面时而漆黑如墨，时而赤白如焰。不，那是混沌之力。教主的惊恐表情凝固在脸上，瞳孔因恐惧而放大。阿蛮握着混沌之刃冲向邪神，刃面切开空气的声音像龙吟，震得耳膜生疼。当刀刃同时贯穿邪神手臂与教主胸膛时，他听见无数记忆碎片在轰鸣，有部落被屠的火光，母亲将他藏进地窖时的眼神，有巫祝临终的眼神，手里攥着的半块令牌，还有玄影令牌上的纹路，
原来那是命轮的另一半拼图。爆炸的白光吞噬一切前，阿蛮看到了未来。钢铁森林里，机械臂与魔物爪子撕扯着人类，断肢残骸散落一地。天空是铅灰色的，看不到一丝阳光，地面流淌着荧光绿的毒液，腐蚀着经过的一切。他想看清更多，却被冰离拽进时空裂缝。他的手冰凉刺骨，紧紧攥着他不放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教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诡异的满足感，像毒蛇吐信。海眼的崩塌声渐渐远去，像退潮的海浪。阿蛮和冰离悬浮在混沌之中，周围是五颜六色的时空碎片，手里的混沌之刃正在解体，化作点点星光。他低头看向胸口的命轮，那道裂痕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，发出微弱的心跳声。第一卷的终章就在这震颤的时空中落下帷幕，而新的疑问像深渊里的藤蔓，已经缠上了他们的命运，越收越紧。时光裂隙边缘像被打碎的琉璃盏，无数零星的光片悬浮在混沌中，每个碎片里都闪回着不同的画面。有阿蛮小时候在部落里追着彩蝶跑，蝴蝶翅膀扫过他鼻尖时的痒意，也有冰离第一次召唤冰锥时没控制好力道，整个人摔进雪堆，睫毛上挂着冰晶的模样。阿蛮的脚刚踏上一块光片，就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流，那触感不像踩在食物上，反倒像伸进了滚烫的岩浆里，烫得他脚趾蜷缩，连带着小腿肌肉都抽了筋。别碰那些碎片！冰离的声音带着诡异的回音，他的手刚想拉住阿蛮，就被光片弹开，指尖瞬间红肿起泡，冒出缕缕白烟。可已经晚了，阿蛮的掌心贴在最大的那块光片上，眼前突然炸开刺目的白光，晃得他睁不开眼。画面里，他跪在一片焦土上，胸口插着柄银色的长剑，剑柄上镶嵌着块蓝宝石，和冰离法杖顶端的那块一模一样，连折射的光都分毫不差。为什么？未来的阿蛮咳着血，血沫从嘴角溢出，糊住了下巴。视线模糊中，一个银发女子的身影逆光站着，她的头发像月光般垂到脚踝，发梢还沾着些黑色的灰烬，手里把玩着颗跳动的命轮晶石，晶石的光芒映得她瞳孔发亮。因为你挡了永夜议会的路啊！女子的声音甜得发腻，像裹着蜜的毒药，脚却狠狠碾过她的伤口，黑血溅在她雪白的裙摆上，像绽开了朵妖异的花。阿蛮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瞳孔失去光泽，那把银剑抽出时还带着半截跳动的心脏，温热的触感透过画面传来，让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啊！阿蛮猛地后退，光片在他掌心碎成粉末，细小的碎片刺得他皮肤生疼，留下密密麻麻的小红点。胸口的命轮突然发出风鸣，震得他肋骨都在发麻。一道淡蓝色的光幕从印记里涌出，在他面前展开半透明的文字，检测到宿主遭遇致命未来节点，命运规避系统启动中。文字闪烁不定，像风中摇曳的烛火，每闪一下，阿蛮的心跳就漏半拍。冰离扶住他发抖的肩膀，指尖触到他后背时吓了一跳，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，衣服紧紧贴在皮肤上，带着骨焦糊味，像是刚从火场里逃出来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他的声音发颤，尾音都在发抖，目光扫过那些还在闪烁的光片，突然指向裂隙深处，声音陡然拔高。那是什么？半块黑色的令牌正从裂隙中飘出，上面刻着的永夜二字泛着幽幽青光，边缘参差不齐，像是被人硬生生掰成了两半，断面还残留着新鲜的木茬。阿蛮下意识摸向怀里，玄银给的那块令牌突然发烫，烫得他心口发慌，竟自己从衣襟里钻出来，像被磁石吸引般朝着半块令牌飞去，在空中划出道黑色的弧线。两块碎片接触的瞬间发出咔嗒的脆响，像钥匙插进锁孔时的契合声。拼接完整的令牌上，三只乌鸦的眼睛亮起红光，红光中还夹杂着金色的纹路，周围的时空碎片突然加速旋转，形成个小型的漩涡，无数画面在阿蛮脑海里炸开。有黄金面具人在永生祭坛上献祭，他高举的权杖滴落着金色的血液；有银发女子在机械工厂里调试武器，她面前的机器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；还有个看不清脸的黑袍人正将命轮碎片镶进邪神的头骨，碎片贴合的瞬间，邪神的眼窝亮起了绿光。这令牌是钥匙。冰离的手指刚碰到令牌边缘，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，手背立刻浮现出乌鸦形状的红印，红印还在微微发烫，像是被烙铁烫过。阿蛮却能稳稳握住它，令牌上的纹路正与他命轮的裂痕产生共鸣，像有股暖流顺着手臂往上涌，
驱散了刚才看到未来画面时的寒意，连带着紧绷的神经都放松了些。裂隙突然剧烈收缩，边缘的光片像流星般坠落，砸在混沌中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冒出阵阵白烟。阿蛮将令牌塞进怀里，用布条紧紧缠好，拽着冰梨往相对稳定的区域跑。他的手心全是汗，抓着冰梨的手腕都有些打滑，耳边还回响着系统的提示音，只是这次的声音带着古电流杂音，断断续续的警告。命运规避引发时空涟漪，永夜议会已捕捉到宿主坐标。出海的船是艘老掉牙的渔船，船身漆皮剥落得像块破补丁，木板缝里塞着发黄的旧布条，海浪一冲就咕嘟咕嘟往里冒水，在舱底激起浅浅的水洼。阿蛮蹲在船尾，手里抹撒着半截幽冥盾的碎片，边缘还沾着深海淤泥。上次跟巨鲲打架时盾牌被撞飞，系统定位的小红点就在这片海域闪个不停。船老大蹲在船头抽烟，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响，火星子在海风里打个旋就灭了。小伙子，这片海邪乎得很，前阵子有艘货船进去就没出来，渔网拖上来的只剩半截船桨，说是被漩涡卷走了。话音刚落，船身突然往左侧倾斜，阿蛮手里的碎片哐当掉在甲板上，竟像长了腿似的朝着船舷滚去。他扑过去一把按住碎片，掌心被边缘的毛刺刮出红痕，低头一看，海水正打着旋儿往下陷，形成个漆黑的漩涡，边缘的浪花泛着诡异的荧光蓝，像无数只半透明的小手在水里招摇，还带着股淡淡的腥甜味。不好，是深海漩涡！阿蛮刚把吓得腿软的船老大推进救生筏，渔船就被一股巨力拽得直立起来，桅杆发出嘎吱嘎吱的哀鸣。他死死抱住桅杆，眼睁睁看着船板像被掰碎的饼干似的裂开，木屑溅了满脸。失重感袭来的瞬间，阿蛮感觉脚踝被什么黏糊糊的东西缠住了。睁眼时已在漩涡深处，四周黑得像泼了墨，只有腰间的星辰宫碎片还发着微光，照亮眼前一片蠕动的黑暗。缠在脚上的是根水桶粗的触手，表面布满紫色吸盘，正滋滋吸着他的裤腿。布料接触到触手的地方竟在慢慢融化，露出的皮肤传来针扎般的疼，像被无数细针同时扎刺。苍冥巨章，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里炸响，带着电流杂音，警告目标触手可分解物质分子，请勿接触。阿蛮挥剑斩断触手，剑锋划过的地方冒起一串白泡，断面处喷出墨绿色的汁液，在水里化作无数小气泡，凑近了闻有股烂海带的臭味。借着星辰宫的微光，他看清了那怪物的全貌，锅盖大的复眼闪着红光，像两盏挂在深海的灯笼，8条触手在水里舒展，最长的竟有船身那么长，触手上的吸盘还在不断开合，发出啵啵的声响，吸得周围海水都跟着震颤。巨章的触手像鞭子似的抽过来，带着呼啸的水流声。阿蛮蜷缩身体躲开，后腰却被另一根触手拍中，顿时感觉骨头都在发麻，像被重锤砸了一下。他呛了口海水，又咸又涩，带着股铁锈味，呛得喉咙生疼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分析完毕，弱点位于口腔内逆鳞，需穿透3层肌肉组织。系统的蓝光在他视网膜上勾勒出巨章的内部结构，逆鳞的位置闪着醒目的红点。阿蛮突然想起怀里的星辰宫碎片，虽然弦断了，但3支箭足还完好无损，箭头的星辰纹还在微微发亮。他摸出3支星辰剑，咬在嘴里一支，剑杆硌得牙龈发酸，双手各握一支。巨章似乎被激怒了，猛地张开嘴，露出2排锯齿状的牙齿，每颗都有拳头大，牙缝里卡着半截锈迹斑斑的船锚，铁链还在随着水流晃动。阿蛮瞅准时机，借着漩涡的水流冲向他的口腔，破晓剑在身前划出火焰弧线，橘红色的火光在深海里格外刺眼，烧得周围海水滋滋冒泡，烫得他手背发疼。触手在他身后紧追不舍，肩膀被扫到一下，皮开肉绽的伤口里冒出细小的血珠，很快就被海水冲淡，留下道火辣辣的疼。就是现在！阿蛮将灵力灌进星辰剑，剑头瞬间亮起刺眼的白光，像3颗小太阳。他翻身躲过巨章的牙齿夹击，锋利的牙尖擦着鼻尖划过，带着股腥臭味。右手的剑狠狠扎进口腔深处，那里有块巴掌大的逆鳞，泛着珍珠母贝的光泽，在黑暗中格外显眼。巨章发出震耳的嘶吼，水流剧烈晃动，阿蛮感觉耳膜都要被震破了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他趁机将嘴里的箭射向同一位置，3支箭成品字形穿透逆鳞，
墨绿色的血液在水里弥漫开来，带着股铁锈味，染红了周围的海水。氧气快耗尽了，阿蛮的脑袋开始发晕，眼前阵阵发黑，视线也模糊起来，肺像个破风箱似的喘不上气。他看见巨章的触手不再动弹，身体慢慢往海底沉去，口腔里滚出个巴掌大的东西，闪着银光，在水里悠悠荡荡。他游过去一把抓住，是个像面具似的玩意儿，表面覆盖着层半透明的薄膜，摸起来滑溜溜的，像鱼鳃的质感，还带着点温热。检测到特殊物品，鳃膜面具可提取水分子中的氧气。系统的声音刚落，阿蛮就感觉面具自动贴在他脸上，薄膜贴合皮肤的瞬间，清新的空气顺着鼻腔涌入，胸口的憋闷感顿时消失了，像久旱逢甘霖般舒畅。他抱着幽冥盾的碎片浮出水面，阳光刺得眼睛生疼。救生筏还在远处飘着，船老大正挥舞着草帽大喊，声音被海风刮得断断续续。阿蛮抹了把脸上的海水，发现鳃膜面具在阳光下渐渐变得透明，只留下淡淡的纹路贴在皮肤上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下好了，再找啥都方便了。他咧嘴一笑，露出2排白牙，却没注意到面具内侧刻着的小字，那是串与永夜议会令牌相同的乌鸦符文，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光。